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电阻的串联。串联是指的元件之间的连接没有任何分叉。那比如说，这就是一个 n 个电阻相串联构成的子电路。如果我们想把它等效成一个电阻的话，这两个子电路需要具有相同的 UI 特性的形式和参数。对于它来讲，一定是 U 等于 Req 乘以 I。但是对于它来讲，我们要把它写成 U 等于什么乘以 I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什么写出来。首先，由于是串联，所以我们可以用 KVL U 等于 U1 加上一直加 UN。那么其次呢，由于欧姆定律每一个 UK 是等于 RK 乘以 IK 的，把它们全部的带到这里面去，我们就知道它是等于 R1 乘以 I1 加上 Rn 乘以 In 的。由于有 KCL， 意味着 I1 等于 In 等于 I， 所以它是等于 R1 一直加到 Rn 乘以 I 的。瞧，这不就写成了 U 等于什么乘以 I 的形式吗？对比这两个式子，我们可以发现 Req 就等于 R1 一直加到 Rn。那么在讨论完了 n 个电阻的等效电阻之后呢，我们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压器。由于刚才的讨论，我们知道了对于这个电路来讲 Req 是等于 R1 一直加到 Rn 的。我们现在来讨论任何一个电阻，比如说 dk 个电阻上的分压与总电压的比例是什么呢？那它一定是等于 Rk 乘以 Ik Req 乘以 I。由于 Ik 和 I 是一样的，因此呢就等于 Rk 乘以 Req。当然了，由此可以推知 dk 个电阻上的分压等于 Rk Req 乘以 U。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？对于一个串联电路来讲，电阻越大，其上的分压也越大。这个结论非常重要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这个例子是两个电阻的分压电路。那么这个结论是需要大家记忆的。请注意，我们在这两个电阻的电压参考方向上有所特殊考虑。第一个电阻是上正下负，与外边的端口电压是一致的；第二个电阻是上负下正，是相反的。于是应用上面这个式子，结合参考方向，我们就知道 U1 等于 R1 比上 R1 加上 R2 乘以 U。U2 等于负的，非常重要， R2 比上 R1 加上 R2 乘以 U。 这个结论也很好记忆，两个电阻分压由自己的阻值比上总阻值乘以外电压。那我们接下来讨论两个电阻分压的一个实际应用。比如说，这是一个实际的电压型的信号源，那么它可以表示成信号和内阻的形式。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信号源直接给负载供电，这个负载表示成一个电阻的形式的话，由刚才讨论的两电阻分压公式，我们就知道负载上的电压等于 RL 比上 RL 加上 RS 乘以 US。 那么如果说负载上的电阻越大的话，很显然负载上所获得的电压也越大。那么类似的，基于这样的考虑，电源的内阻需要怎样才能够使得负载上获得的电压更大呢？对的，电源内阻越小的话，负载上的电压就越大。这是关于信号是电压源形式下负载获得最大信号的非常重要的讨论。